大家来到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TVS 未来银行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的现金回馈活动。只要通过意志考验，就可以把高额奖金变现带回家。对，今天来的主题是什么呢 Girls Power， 女力啊，欢迎5位美女。耶！哎呦，哎呀！哇，很有感，欢迎一位很有感。首先介绍是我们李培珍，你好。哎，长培珍是你好，主持人。是那我们今天都要分享，因为是女力嘛，我们都要分享一个女强人的事迹。我生了2个儿子，听起来就很强了。而且年纪差不多，所以我就是带着2男，所以呢，平常的话他们去上学，我就去主持，然后主持完了就去接他们，然后平常周末的时候他们打篮球，要去户外运动，体力活，对，都是体力活啊，哇，辛苦了，第三阿诺，最强单亲妈妈，对，那这个女强人事迹可多了啊，对，我觉得就是照顾很多人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最强事迹就是照顾我自己，对，很重要，要把自己照顾好，因为我发现就自己体力不好、状态不好，其实也是很难去照顾其他人。那一佩你好，嗨，一佩，他现在事业越做越大了，还不错，还不错。现在就是目标，营业额月营业额可以到8位数。哎呦，目标9位数就亿了嘞，所以你们说现在已经7位数没有问题了，希没望能够有问题，就希望下一个目标是这样。那你干嘛还来我们节目？没有啊，他还是要跟我们老朋友见面吧，是不是？对，好厉害哦。对，好，接下来介绍木星，木星，木星今天是有事情要跟大家报告的吧？也是有关女强人啦。哎呦对，因为我最近出演了一个舞台剧，是全民大剧团的《西门町一番地》。西门町一番地。对，那我在里面就是饰演了从女儿，然后到妈妈，然后有阿嬷这种3种角色的切换。哎，这种画面就很想看的，这个是在红楼演啊。对，我们在红楼演出，然后我觉得这部剧有趣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超级沉浸式的舞台剧。说就在你旁边发生。没错，然后它除了就是介绍红楼，然后从日据时代到现代的这个历史，然后还有在过程中我们会随着时间的演进送上那个时间的食物给大家，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空腹来欣赏，然后一起来沉浸一下。是李轩你好，嗨，李轩是女人我最大的女军团。还有，那这边是完美研究室的主持人对，哦，就是之前是记者，然后后来就是转战当主持人。来欢迎一位，欢迎一位啦。接下来介绍我们知名加医科名医黄慧伦医师好，医师好，医师好，马上进行第1回合，协力夺金。好，协力夺金，请讲规则。好，这回合呢就是靠团队合作累积奖金，总共10题，轮流当主答者。每一题呢只有90秒的讨论时间，但要注意时间的流逝，就跟你的奖金一样，断崖式的就会减少啦。大家赶快取得共同的答案。OK，每个人都有2次主打的机会，那你可以参考别人，如果答案不一样就要讨论，答案是一样，我劝你赶快按掉快。先按。对，很难得答案会统一，好不好？来，在主导前第一题是李培珍，来，请出题。女性的第六感很惊人，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女性的第六感强烈 ？A. 左右脑连结性强 ；B. 可以一心多用 ；C. 荷尔蒙发展快速。请作答。好，答案就不一样哦。 A、B、C 都有哎。来，请开始讨论培珍。好，李轩为什么？我就觉得，因为我可以一心多用，你可以一心多用，那跟第六感有什么关系？你一心多用，然后你第六感很强。对，这个就是一个统计学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C 为什么木星？因为那个女生不是月经来，她很容易就是心浮气躁，感觉就是荷尔蒙的关系嘛，荷尔蒙会影响我们女生很多无微不微事情发生，会影响我们很多。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跟第六感也没有关系。 6000多了，影响加油！你答案是什么？你说什么？改吗？我不改，不是我不改，你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 A， 左右脑连结性因为你讲 A， 通通都要变成 A 的。哦，哎，你不改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我不改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被他们说服，我觉得这2件事情都跟第六感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左右脑连结强，因为他说女性第六感强烈，左右脑一个管理性，一个管感性。
感觉上就是你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又能够用你的理性脑去觉得，哎，这真的有什么？比较细的。好像说男生比较没有第六感，是因为男生比较理性，所以他们通常只有一边的脑是比较发达，主要功能主要，另外一脑是辅助。对，所以你要放在他面前，他才看得到。对，你看哦，每次女生哦都已经染发烫发回来了，你看我哪里不一样？怎么了吗？他会不会问？他会等你看嘛？就过3个钟头，他受不了了。你是没有看到我烫头发？没有，瓜哥，我真的是第一次去接睫毛回家。接睫毛这么明显，我回家在我老公面前晃晃晃，他不知道。接睫毛哪里明显？头发那么长，他们都看不到，睫毛短成这对，样。我真的在他面前说，你看我今天有哪里不一样？我已经指脸了，你看我哪里不一样哦？他看了10秒，你这边长个痘痘，很仔细。所以男生不会有这个大脑嘛，但他对做事业过别人，他很有企图心。逻辑性的东西，这个细的部分很仔细，什么地上掉一根头发啦，哪会注意啊？哎，我常常吃那个吃到饭都馊掉了，都快吃完。他说我老婆一吃，哎，这饭不是馊的吗？我说我以为加醋，我以为加醋了，以为是醋饭，这个馊掉了。我说那我已经吃完了，怎么？常常这个要看医生吧，嗅觉出了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特别臭啊，还可以接受，节省啦。所以他觉得左右脑连结性强。对，我答案是左右脑。拜托要对，恭喜答对了。其实左右脑的连结程度啊，女性比男性强非常的多，所以呢，有潜意识跟显意识。我们往往潜意识里面察觉到的小东西会浮上显意识，然后2个串在一起就坐落成事实。你们奖金是6170，不错。哎，你们问问题要快一点，让培生刚说，OK，哦，你选 B 哈。哎，那你为什么要选 B 呢？好多1000块了，好不好？你速度可以快一点吗？来，阿诺，主导了，请出题。什么？你说男生可以用可爱小动物来形容女友？请问水母系女友指的是什么 ？A. 情绪漂浮不定的女友 B. 总是失联的女友 C. 常在状况外的女友。请作答。A 跟 C 2派，没有必要来，还是要讨论。因为我答案是 A， 是因为我觉得水母，因为我刚刚就是一直在这个假装是水母，然后我就觉得对，就是情绪很不稳定。是 C， 因为我常被说水母脑，我状况外，真的 C 是 C 吗？是 C 的，真的，这是真的。我觉得这题是针对你，所以一定是 C。哎，有可能 C 水母脑 C。我的答案是 C。好。因为我相信木星星，我觉得他比较follow那个，他刚刚一直说时事用语，他比较常接触年轻人。常在状况外的女友对我做。恭喜答对了，真的是这样。可是这个网络用词，水母发动。大家不要以为讲成水母系女友是不好的哦。其实呢，水母系女友就她有水母脑状况外，可是他们偏偏关难过关过，因为他们这种很萌的感觉，就会顺利的活到现在，而且他们很萌，所以男生如果叫你是水母系女友，代表很宠你。很多这种女生真的不在状况内，天天的，你又不想骂，你不知道怎么骂她。对，这种反而是活得久，因为她不难得糊涂嘛，是啊，就不计较。如果是针锋相对的2个个性很像，容易吵架。这个男生是比较喜欢水母系，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咄咄逼人的那种？一定是水母系啊，千万不能咄咄逼人啊！对啊，你就不能对你老公太咄咄逼人。是，你老公我没有啦，我好得很，好不好？我水母系耶。你难得老公这么好，你收他多少钱是有来，是不是？哎，奖金13895了。不错。第3题，宜佩来主导，请出题。冬天还是要吃冰，但吃冰吃太快了，头好痛。请问此时可以怎么做呢 ？A. 大口喘气 B. 咬紧牙齿 C. 舌头抵住上颚。请作答。我记得我看过这个新闻，好像是说舌头抵住上颚，但是是不是大口喘也好像也有，因为我们都会闭气，因为喘气可以分散那个冰啊。李轩，你觉得呢？我觉得对啊，因为大口喘去，对啊，没有感觉，对不对？应该跟什么交感神经？只有你觉得是不一样，大口喘气，因为大口喘气更冰啊，因为很冰，然后你喘气会比较热，热气往外送，又分散掉。只有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C 好了。不敢
改不改，就是舌头抵住上颚，多数决。我觉得应该跟神经有关吧。舌头往对，舌头往上顶，可能就像讲 L 一样，副交感神经有某些的观点。好，他们答案是舌头顶住上颚，对或错？恭喜！每一题都对啊，厉害哦！好险听你的，好险听是冰会头痛，在医学上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症状，有点类似像偏头痛一样，因为它的冰呢，赶快让我们这个血管一收缩，大家就很奇怪，为什么我口腔吃，可是头会痛？医生是说可能是因为你血管收缩，那可是我血流还是要经过，在经过放松的时候就会头痛。那第二个讲法是说三叉神经，因为三叉神经是我们脑神经很重要的一对。那我们头部的讯息就是由三叉神经感受嘛，一吃的时候一感觉就哇，太阳穴就好痛好痛，所以其实就是要温暖。刚刚其实喘气还差一步，如果你手把它挡住，让那个热气回来，它就可以了。如果你喘出去，可能就没有效。那舌头顶上颚，也就用舌头去温暖我们的上颚，赶快让它就是神经感受到说我现在在加温了，赶快把它放松下来，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痛。这样子可以耶，下次试试看。下次叫别人帮我们顶下上颚。好看。结果他用手指这样。没错，可恶。现在21178，耶！接下来木星喽，请出题。交友软体的照片定生死，请问下列何者可以帮助配对成功率提升 ？A. 自拍照 B. 由旁人拍摄的照片 C. 性感照。这还用选吗？请作答。这很难呢。哎，我看到啊，都有人选呢。来，请开始讨论木星。你的答案，为什么？你为什么选 C？因为性感照就是大家直觉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呐。因为自拍照就是都可以修啊，旁人拍有时候不好看，所以性感照应该就是大家看奶的世界。性感照也可以修啊，可是他最直觉就是奶性感照，可是他说要配对成功哦，我觉得成功性感是我会喜欢你，但是配对成功一定是我看到你，我觉得我可以跟你交往。对，就是我们选 B 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很诚实，他连别人帮他拍的他都可以。你不听我吗？我的答案是 B。你没有听我为什么选 A？ 太紧张了。对，你不觉得自拍的时候角度是最好看的吗？因为你对自己最了若指掌。可是这样人家会觉得是自恋，是因为调角度啊，所以自拍我自己是先删掉。直接划。我刚才你说会觉得害怕了，拍成这样子，到底跟本人是？没错，现在那个滤镜一弄，吓死人。对啊。对，可刚刚一佩讲什么诚实那个什么？就是别人帮你拍，他可能把你的拍的没有很好看。所以你还是愿意把这样的照片拿到交友网软体上面去，就让他觉得说他很真实，他不在乎，他是认真来交朋友的。对，那是女生在看男生，可能旁人拍的，就这个诚实。跟男生会看女生会是这样吗？可是男生看女生性感照，但你可以看他，但我觉得你可能不会想要让他成为你的女朋友，因为你会吃醋，可能他会变成朋友之类的。我们现在在说的是交友，不是交。朋友，跑步的朋友。好 ，OK， 好难哦。选择 B， 对我错。真的，你太厉害了吧！每题都对耶，厉害。因为我现在会觉得自拍照就觉得一定有手脚，而且自己在面弄就觉得是不是很自恋呐？那性感照的话，有一点太目的太明确了，反而是我们看别人拍的，会有一种客观的感觉，你会觉得也许你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别人眼中的你，也比较不会自己去作假。那腿拉得太长那些也就算了，可起码是比自拍照感觉诚实。那我们就拍丑一点就好。如果看到一些故意装鬼脸，我有时候会觉得蛮有趣的哦。有的时候。好，他们好厉害哦。你会发现哇，这男人如果跟这种女人相处，你等于赤裸裸的在他面前，没有一个躲得掉的。他们大脑他们左脑连右脑太强了，左脑连右脑，然后还5个人脑都连在一起，10颗脑在一起。来，接下来由我们的李轩来主导，请出题。化妆对现代女性已经成为一个必备的功课，请问化妆的概念最初源自于哪里 ？A. 遮掩流行病疤痕 B. 驱魔逐邪 C. 帮死者化妆祈福。请作答，化妆怎么由来的？很难呢。
，ABC 都有哎。请开始讨论，李轩。我自己觉得驱魔逐邪就是有点像是中世纪的时候的一个黑死病什么之类的那个典故。然后那 A。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疤，我每天出门一定要画这个疤，就是很直觉的答案。起源。那 C 是？我觉得我会选帮死者化妆祈福，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很重要，但是我就 B 跟 C 在选，我觉得可能是死者这个会不会比较重要，因为死者为大嘛。我想的是这个啦。哎，6000多了，答案是什么？先，我的答案是 B。还是很坚持，因为我们都不是坚持是对的。对。遮掩流行病疤痕也不是不可能。对呀，因为早期很多那种出水痘会结疤的，或者是胎记一个黑黑的胎记，早期的黑死病啊，对，没有死。可是我总觉得这些东西都跟所有的仪式都跟宗教有关系，宗教是祭神明一开始比较相关。我会想到的比较不像我们现在的化妆，比较像那种比如原住民 tribe 里面他们会有一些宗教仪式，对，是比较我联想到的是这个。哎，好，你说宗教那就是驱魔逐邪，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那选择的是 B， 对或错？恭喜答对！很坚持一点。可是蛮特别的哦，他们是以前是，比方说有一些祭祀的时候，他们自己在脸上画，那他们是代表神的化身，然后这样子让魔不敢就是接近他们，所以用这个方式来驱魔。那后来才变得有装饰意味，因为演戏后来开始越来越兴盛了，那开始用不同的化妆来表达不同的剧中人物。你们5题都答对，我们曾经有过一组5题都答对。当我们开始赞美他的时候，太厉害了。后来他第6题到第10题没有1题答对。我们要听赞美，不要赞美我，不要赞美我。都非常迷信，就觉得对，那我们也不要这样子。他们太聪明了啦！你看刚刚的题目也有的蛮难的啊，他们分析出一片道啊。骂我。我们俩好像是 SM 啊，错。哎呀！来第6题，培珍啊，请出题。天气渐凉，回家泡热水澡好舒服。请问泡澡时要注意什么 ？A. 泡半小时比较好。B. 睡前半小时泡更好睡。C. 1周泡澡不超过3次。请作答。ABC 都有，请开始讨论。我觉得睡前半小时泡更好睡啊，你起来再休息一下，喝个水啊。那为什么你要选 C？ 没有，因为我跟你说，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报道，他说睡前泡的话，你反而精神会很好，就跟睡前运动是一样的概念。泡完是精神好，然后要早一点泡。对，然后泡半小时太久了。对，然后1周泡澡不超过3次，是因为也是对皮肤好，因为太长泡会伤角质，会伤角质，而且很浪费水，所以那我要改成 C， 我的答案是 C。7016，不错，我们改 C 了。是的，对，木星讲得非常有道理。我刚刚突然跳票，因为你选什么？我本来是 A， 但是后来想说泡澡其实是15分钟，是不是？对，15到20分钟。对啊，因为睡前泡澡，我直接精神超好，没有好睡，真的是哦。 1周泡澡不超过3次，对或错？是什么呢？恭喜答对！阿诺好厉害，阿诺刚刚分析的其实都对了。因为泡澡很多好处了，它是可以燃烧卡路里嘛，真的有人说可以降低血糖，那帮助血液循环，改善一些酸痛，还有可以提升免疫力。那阿诺刚刚讲，比如说我们大概10到20分钟就好，那太多也不好。那睡觉前真的会影响睡眠，所以睡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再泡。那再来就讲到说，如果一个礼拜没有做，你泡太多对皮肤也是不好，所以大概就1次2次，不要超过3次。完全正确，好厉害！哇，现在是40800，厉害哦，877块。对，接下来阿诺来主导，请出题。求婚是一辈子的大事，我没有过。请问下列哪个是令女人最心动的求婚方式 ？A. 准备充满回忆的影片 ；B. 规划一场求婚旅行 ；C. 自创曲求婚。请作答。天哪！我答案是 A， 根据统计啦。然后有 A 有 B 哦，要讨论。请开始。我答案是 A， 是因为我觉得回忆比较容易让人家心动，其他东西我觉得真的是还好。所以我看一下，大家是不是都 A 啊？李轩，没有，因为我自己没有蜜月啊，我自己没有蜜月，所以我就会很想要。他讲求婚，因为我刚刚也是在想说，我也没蜜月，也没婚礼。好，但是那好，我的答案是 A。赢了7995，
充满的回忆的影片。就是说，你们在一起有时候拍的照片、影片这些，他收集之后，然后拿这个来跟你求婚这样。对呀，有一点像结婚的时候，你会看新人他们从小到大的生长历程。那因为可能求婚也会有其他亲友在，如果看到你们一起交往的过程，对呀，那次很感人，我们觉得蛋糕就会再次有一种重新恋爱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那个影片留的也好，将来吵架是拿来放，可以缓和提醒自己，缓和夫妻。你确定吗？还是会更生气？说你以前对我这样，结果现在对我这样。我也不知道，婚前婚后不一样。选择了 A， 准备充满回忆的影片，对我说。是吧？应该是啦。恭喜答对喽！其实啊，这个有分名次的啦。这个是第1名，就是你可以跟着在回忆以前的所有的酸甜苦辣，不见得都是快乐的，可代表你们一起走过了这么多。那求婚旅行呢也不错，是排名第3。至于自创曲呢，排名第9，因为你也不确定你的未婚夫他的歌声好不好，难度有点高，门槛，对吧？哎，他们答对7题耶，很强哎，是大概要破纪录了吧？没有，但是我们最高纪录有8万多。8万多哦，他们花的时间对啦。但是他答的题数很多了，4万8快5万了呢，很厉害。现在还有3棒，周一佩来主导，请出题。加油！某些网站会要求选取图片中的机车，以判断登录者是否为机器人。请问网站是如何判断呢 ？A. 识别图片准确度判断 ；B. 游标轨迹判断 ；C. 选取速度判断。这题他们应该答不对的，来，请作答。那我家厉害，不懂有 A、B 都有 ，C 没人选呢，来，请开始讨论。我会选 B 的原因是因为通常这都是在用电脑的时候会出现的，然后你就会开始选，比如说他有时候选红绿灯，有时候选机车，然后你就点，不对，这个也是机车，又点刚刚这个大卡车不是这个，所以你会游标会游来游去。你觉得为什么你选 A？ 因为我每次点，如果说点错的话，他就一直继续叫我点下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识别图片的准确度。我也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如果它是 AI 的话，它就不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人。就是游标弄来弄去，对。好，答案是什么？读一次。游标轨迹判断。我突然好紧张。游标轨迹。这样走，因为你按一下，那个没按到。基本上是机器人可能就不会这样，机器人可能就哒这样，但是人会这样滑来滑来。对，因为你会拿着滑鼠会在那边移来移去嘛，你会看荧幕。所以如果你这个动作，它就确定是人。你是人，你的选择是这样啊？对，我觉得是这样。游标轨迹判断对或错？恭喜答对！所以呢，大家不要再误以为你一定要按对了，它比较是你可以这样滑来滑去。所以下次大家试试看哦，要确定你是真人的状态下，你就这样多按几个滑，搞不好也进得去。不一定是笨笨的，一定要选正确。那如果像我这样，我不会滑，站了大概10分钟，他确定是人嘛？他确定这个人有点呆。这个一定是人，他连一个都不会按，他不是人吗？那就叫你重新整理，他判定你是胡瓜。我就一直跟他看就好了。你光在想说要怎么按都是。那电脑判断说这个人一定不是机器人，他连动都没动。对，机器人早就开始作业了嘛。你下次我遇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截图给你看。对。我有一次到哪里都有。我生平第一次，自己在国父纪念馆运动完要缴费，对，你知道吗？可是我怎么按都看，我都不会用啊。看不懂。哎呀，我终于找到那个。我打电话问柔安嘛，我说那个我不会缴费，但是你有看那个就开始跟我讲，哎，那个有塞钞票的，我说我看到一个，你把100块塞进去，结果塞进去，他退出，塞不出去，塞不进去，对，后来是后面排队排太久，受不了先生，他就过来跟我讲，都怎么操作，钱才直进去，我才脱身的。那他后来有发现是你吗？没有，很暗的，那是7点多，我跑步刚跑完嘛。我回家我都快笑死了。好险，不然那个爆料公社就会说胡瓜不会搅的。我到现在还是不会搅。对呀，很简单的。以前的生活不会这么困难嘛？我现在过得那么困难，很便利的。还要叫我们用 Line Pay 什么？要设定，不用带钱也可以缴停车费啊。对。我们行长都带助理啦，更方便。现在木星主导了，来，请出题。出击了。根据卫福部公布的10大塑身运动排行榜，在一样的时间内消耗最多热量的运动是什么 ？A. 跳绳 ，B.
B 跑步 C 游泳。请作答。来，请开始讨论。我虽然会选跳绳，但是因为跳绳跟跑步是干的，游泳是湿的，我是这样子。那有人跟我不一样吗？短时间内啊，它像是全身的运动，尤其是激烈的运动，你会游泳也是全身的，而且游泳有水阻，你知道吗？但是游泳你的速度比较慢。那我觉得你不用犹豫了，不要改。我的答案是游泳 C 游泳，其实跳绳也是蛮快，因为感觉跳绳是比较猛烈的，对啊，看你要高间歇那种，短时间像Tabata是非常短时间，但他没有说短时间，他说一样的时间，比如说1个半小时，你跳1个半小时，我可能跳1个半小时的话，游泳会比较大哦。对，因为你不可能一样的时间内啊，你只跳10秒，跟你游10秒，跳绳跟跑步不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概念啊。我觉得水煮，对水煮有阻力啊，因为有阻力。好。因为游泳不会流汗，你是觉得没错，因为你在水里面嘛。其实你有流汗，其实我觉得这都不错，但是最多的是哪一个？这个是，应该是说对消耗最多热量的，除非水的话，是因为你体温流失的也快，要抗拒那个水温。好，他们选的是游泳 C， 对或错？可惜答错。正确答案是跳绳。其实真的，如果大家有体验过，真的跳绳是爆发性，而且还有热量消耗最高的。它如果半小时的话，可能会消耗到将近450大卡，很不容易啊。如果你跑步可能要跑个30分钟，大概只有300大卡。然后游泳也差不多，跟跑步大概如果也是30分钟，大概也是接近300大卡。可是跳绳一直持续个半小时的话，可以将近到450大卡。好恨哦，超喘的就跳绳。天哪，你刚刚选跳绳，我差不多只能半分钟。选 C， 好，接下来是最后一题了。李轩来主导，请出题。不少女性化妆时会刷睫毛膏，让睫毛更好看。请问，睫毛膏最初是用什么加上碳粉制作而成的 ？A. 凡士林 B. 肥皂 C. 乳液。请作答。哦，全 A， 我自己觉得 A。来，请讨论，要不要按呢？直接按。哦，大家都是 A 是不是？对，好。因为碳你选 A 的原因是？因为碳粉加凡士林感觉才扒得住那个色料。乳液不行吗？乳液就是比较稀，然后肥皂不太可能，因为它瞎掉嘛，对，碱性的嘛，稀，所以感觉凡士林比较温和一点，最温和。那他为什么写个肥皂这么别烂的答案？对吼，为什么？不会是肥皂吧？什么？你们不可能？制作单位有那么心机这么重吗？因为他可能会抓我们的心态。有的时候你们制作单位会抓我们的心态，说肥皂最不可能的，哼，我就选 B 这样子。有的时候就会有反将一军，对嘛？我们有时候不是会这样子。女人这个是，这个都想好了，疑神疑鬼。你看我们常常就被他骗了，对啊，为什么有肥皂这种东西？一定有陷阱嘛，对，然后就自己跳下去了。没错，那选择的是凡士林，对或错？恭喜答对了，很好玩。1913年，有美国有个化学家，他妹妹啊爱上了一个男生，他想要帮他妹妹长得漂亮一点，可以吸引那个男生，所以他就把凡士林混碳粉，然后颜色也对嘛，然后稠稠的帮他妹妹这样画，觉得眼睛就放大了。可是说实话，很难涂，又很容易掉色，会变得好像在哭黑眼泪一样。所以一直到西元2000年的时候才加强了防水跟好卸这两大技术之后呢，才变成我们常用的睫毛膏。针对缺点去改进就对了。对，可是我在想，2000年哈，那我们高中用的那些是什么啊？对不对？我们高中用的还是。对，还是凡士林吗？没有，只是会变，一哭就变黑眼泪的那一种啊。现在不会了，现在不会，现在还难卸嘞。对，你可以尽情的哭都没关系，1个礼拜都不卸应该也没事。没事，你有经过？没有哦，我去眼科，他给我看那个照片，他那个显微镜去照那个这里的睫毛，都是细菌，都是那个小虫可是好像是正常的，真的，只要不要过量就不会长那个。真的有虫眼，对，哎呦，好，你们总共答对了9题耶，哇，9题奖金是64747，为了整合就变65000。哎呀，谢谢好像很高哦，65000算高的，最高的。所以65000，你们刚刚5位是同心协力嘛？接下来这个单元只有1个人可以取得65000的挑战权，哇！所以进行下一个回合，唯我独拿。
唯我独拿。来，乡里请讲规则。这一回合呢，题目是用听的哦。抢答之后回答答案，答对的话累积半张卡。意思就是说，答对2题就可以累积1张淘汰卡，你就可以选择你要淘汰哪一个队友，最后剩下的那一位才能进行第3回合的挑战。是，不能随便按啊，按错2次的话也自己淘汰了。哎呦，来，唯我独拿，请出题。成语“闭月羞花”是用来形容女子很害羞还是很漂亮？美珍，很漂亮。对我说。没错，闭月羞花是说个女生漂亮到月亮都自己不敢跟她拼，闭起来，然后花都这样关起来，自感羞愧啦。是啊，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对，来自于李白的《西施》这首诗里面。对的，有半张卡了。哎，下面一题，请出题。HPV 疫苗主要是用来预防乳癌还是？木星。子宫。子宫颈对吧？子宫，来对我说。恭喜答对，就是子宫颈癌哦。其实啊，妇女癌症哦，子宫颈癌是发生率第9位，那死亡率第8位。那只要你有中这个疫苗的话呢，可以有效防御70%以上的。那现在呢，2018年开始哦，国中女生就可以公费接种了，这也算是一个德政啦。而且其实这个也蛮推荐男生去打的，因为现在的 HPV 疫苗是对男生有这边的。头颈部的癌症也有做一些预防，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就算你没有性行为，也是可以去打的，也是要打。但是我觉得蛮惊人的是，现在是国中女生就可以公费了，是，对啊，这代表很多观念也不太一样。不是啊，因为那个已经下降了，对啊，开放了的已经下降。没有，主要是因为26岁之后的那个抵抗病毒的那个活性就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所以越年轻打越好。对，就是让它可以活化。对。哦，就是越年轻打，可能它的防护力是9成、8成这样。我们早期打的时候说30岁以前要打完，过了反而就没有效了。现在可能疫苗更好了，还是有效，还是可以去。下面一题，请出题。请问正史中唯一记载的女皇帝叫做李清照还是武则天？木星。武则天。对我错。这当然对啦，李清照是文人，是才女，武则天呢才是她篡唐夺政权，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曌，对，她曾经改名叫武曌，这个曌很难写，上面一个名，底下一个空。有一张卡了，木星。木星，辛苦来的真快 ，Thank you。恭喜木星，你有获得第1张的淘汰卡。请问你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好可怕！阿诺，好特别选择哦。你应该要把聪明的先淘汰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刚练习的时候一直唱，被我害到，被我害到。这个卡压力好大但没有关系，我还是会去看你的舞台剧。我要淘汰的是抱怨。阿诺，请休息。舞台剧，我要淘汰的是，因为他前面表现太聪明了，就人家先杀他了，盯着他耶！我刚刚怎么这样？通通归零了，只有你半张卡。来，请出题。化妆细节不可马虎，请问标准的化妆步骤是先上底妆还是先上隔离？木星。隔离。对或错？这女生一定都知道，你一定要隔离，把化妆品都隔在外面，而且隔离通常可以一起防晒。那其他不是女生吗？这题是抢手速，这抢没抢手？抢不到。这题的话你不会知道，这题完全是抢手速。对，通常2个人半张卡，请出题。继续。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脚踏车行驶在慢车道还是人行？你轩。人行道。对或错？答对了，是停在人行道，恐挨罚。哇，赌一把，还是你本来是以为可以行驶？对。运气好。这是不是蒋万安骑在那个斑马线就被骂了？对，因为其实是不行的。那个是要下来签的嘛。对。
你不能骑着脚踏车过斑马线。对，很多我们常看到那个自行车骑在人行道上，其实是不行的。其实还有现在人行道有一种是绿色一条的，因为它没办法那个。对，如果它有绿色一条，特别画给自行车，上面有画一个脚踏车的就可以。要不然要骑下去。绿色那个啦，慢车道。了解。没有人一张卡哦。对，目前3个半卡。来，请出题。在买衣服时，常常可以看到产品标榜抗 UV， 请问 UV 是什么呢？紫外线。对或错？没错，就是紫外线。紫外线呢，为什么叫 UV？ 因为它的全名是 Ultraviolet， 简称 UV。那真的哦，适量的阳光可以增进我们的维生素 D， 可是真的不能晒太多，有时候会皮肤癌的风险哦。我觉得欧洲人或外国人的皮肤比较容易癌，对，亚洲人比较耐晒，你不觉得吗？对，因为黑色素的关系。我们晒成这样，他们有时候晒一晒什么就长皮肤癌了。对，他们会先有斑，对，很容易就有斑。有4个半张卡哦，那个女人真是这一群不能惹啊！是的，来，请出题。月经贫穷指的是买不起卫生棉，还是月经的量很少？来，请说。买不起卫生棉。对或错？恭喜答对！知道我们的一辈子呢有450次月经哦，我们一直买卫生棉就要花大概10万。有些贫苦的国家呢，它是不可能买得起卫生棉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月经贫穷有的时候是可以算你负担不起卫生棉，或是你对这方面的知识匮乏，也可以当做月经贫穷。这样政府不会去提供吗？对他们政府来讲，应该我觉得贫穷的国家是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个，他们会教他们，因为他们有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会给他们一些布，让他们自己去整理。对，好，有1张卡喽。哇，换我了。培珍，恭喜你有1张卡，淘汰卡。请问您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木星。木星哦。3个都半张卡因为你答最多题，我觉得你手速很快。那我来聊一下，看你的演出，会去看你的演出的。谢谢。OK， 那你就没有卡了，剩了两个人半张卡。那我就危险了。你不危险，他们不会淘汰一个没卡的人啊。逻辑上来说，请你们要逻辑一点啊。来，请出题。被称为世界上最贵香料的是姜黄还是番红花？你说。番红花。对或错？恭喜答对，姜黄我们常在吃啊，防宿醉，它怎么会太贵呢？欧洲菜里面这番红花是超贵的。为什么它很贵哦？是因为啊，你要采取它那个番红花上面那个小小的柱头，那个要手工采，它1公斤的番红花你要采15000这个小柱头，然后才可以提炼而成，人工哦，成本很高。它每公斤的批发价超过$1000 ，3万多块，可怕。多要哈。还有1张淘汰卡。宜佩，你要有逻辑哦。来，宜佩，你有淘汰卡，请问你现在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李轩啊，因为他有半张，一定是这样的啊。对啊，因为你们才会平手嘛。来，李轩，请休息。好吧，不是。他们2个现在都没有半张卡，也没有失误，所以2个人很公平竞争。最后冠军是李培珍呢，还是周宜佩呢？来，接下来请出题。女性的胸部有90%是水分还是脂肪？对，还自己摸摸看。答案是脂肪。对或错？恭喜答对！我们的乳房呢，当然是乳腺跟脂肪构成。你刚刚还在想是不是水哦？有在想了一下，因为我也有看过很瘦，但是胸部非常大的女生。那是那可能做的哦。没有，她天生的。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如果减肥减到一个程度，女生其实会没有胸部，然后她的荷尔蒙也会不好。来，接下一题，请出题。不同维生素有不同功效，能够帮助提升精神的是维生素 C 还是维生素 B 群？
哎呦，来请。我答案是维生素 B 群。对或错？当然正确，维生素 B。那我们都会以为说，有的时候会不会吃 B 群吃太多了会睡不着？其实不会哦，是你营养不足的时候 ，B 群会优先帮你产生能量。但如果你营养是够的话，其实额外的 B 群可以帮助你合成血清素，反而你会睡得更好。对，来，请出题。美国大选在某州获得较高票数，则该州选举人票是按照比例分配，还是赢者全拿？美珍，在某州获得较高分数的赢者全拿。你答案是赢者全拿，对？我的答案是赢者全拿。对或错？恭喜答对！美国的这个选举制度很特别哦，它就是看不同州，然后不同州有不同的选举人票，只要这一州呢，就算一张票比另外一个人多，它都是整州的选举人票全部拿下来。对啊，它有，比如说加州有54张选举人票，对，它好像到277是门槛，270还277哇， 270，你看很快就过门槛了。对，但是以前曾经出现啊，选举人票是 A 候选人赢，可是普票。就是算普票，其实 B 比较多。我知道，就是好像是希拉蕊那一届。希拉蕊那一届，他的总票数，就像以台湾的选举来讲，总票数是赢过那个川普的。但是川普后来拿了选举人的票比较多。那一届，可是今年是川普的普票也比较多。还有一年高尔跟布希计票也是弄很久嘛，结果高尔就放弃了嘛。是。好，恭喜李培生获胜。来，你可以挑战65000块了。很高哎，高很高。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哇，65000哎，很高。美珍的中文程度很好。对，而且他之前有拿走奖金过。是，恭喜你。挑战65000，谢谢行长。我怕这个塔捧得越高，等一下会跌得越重啊。65000是你要挑战的奖金哦，像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请出示2道密码。2道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59画的不婚主义者，或是总笔画34画的紧贴心仪对象。紧贴心仪对象。不婚主义的啊，形单影只啊，不受羁绊啊。对呀。对。自由自在啊，不过59画狂放不羁有可能哦。对，那个记的笔画就很多了。但是59真的有点多，等于说你每个字一定10几画。是，还是你要紧贴心仪对象呢？就是34画，心乱如麻，投怀送抱。哇，哎，我就紧贴心仪对象。确定了哈。好，锁定紧贴心仪对象。那不婚主义到底是哪4个字要59画呢？来，请看。超难的。哎呦，鳏寡孤独。鳏寡孤独。鳏不好写。鳏是等于是寡夫嘛？那不是官夫啊？对，官夫就等于说他的老婆过世，然后寡是寡妇。寡妇对。对，鳏寡孤独。这4个字很多一个人啊。但鳏真的难写。还好你没选这个了。够狠，很难。好险没选。那难道34画会很简单吗？也不简单。准备好了哦，1分钟要挑战65000了哈。好。紧贴心仪的对象，请出题。心经摇曳。什么叫心经摇曳啊？心经摇曳。哦。啊。来，请计时开始。心经摇曳。清楚。心经摇曳，可以先跳过。你可以写你会的。有。11、12、13、14。2、3、4、5、6、7、8、9、10、11、12。经，哪一个经呢？2、3、4、5、6、7、8、9、10、11、12、13。请，花了几秒？来，密码。04、13、14、12。对或错？没听错。那问题是我都不知道这没听过这4个字。我也没听过。没听过哎，那怎么改？你听过吗？没有。22秒，我们要把它走完哦。来计时。
开始。心经摇曳，心经。如果摇曳确定，还可以再。不觉得摇曳，心经摇曳，经，不可能啊！停。哎，密码04081412。对或错？摇曳可能不对，心经摇曳，摇曳生姿的摇曳。来，我们还有10秒啊，13秒，听一下，把它改完哦。来，计时开始。把它写完，把它写完，把它写完。还是知道，还是只想得到这个。OK， 时间也用完了。真的难，不行。哎，密码04081310。可惜呀。时间也用完了。我觉得这个4个字可能摇是对的吧？心经摇曳，但是经跟意。心经是这样心经吗？不可能是来，请看正确解答。哎呀，那个意对意，摇曳或者对不对？摇曳嘛。心经摇曳，那个经太难了。对，其实那个经是旗子的意思，意思说你看到一个人心花怒放，你心里的旗子啊飘啊摇的。来，谢谢大家，谢谢丁库啊。今天学到很多新的成语了，真的是心经摇曳。心经摇曳啊，关于寡孤独，搞不好本来还比较好写哈。对，我觉得寡孤独我会写，而且认识这一句心经摇曳，第一次听到。好，谢谢大家，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今天大家，谢谢。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